Hello，Hello，不太看得见，有没有人进来？好了，那咱们开始。假定大家都看得见、听得到，没那么好口才啊，还是写了个稿子，为了方便跟大家分享。那上次做了一个 AI 辅助的这个短视频啊，主要给大家介绍这个7980年的这个德州亨特兄弟，就是白银战争吧，可以理解为。呃，还没有看的同学可以去翻一翻。然后呢，我也是其实是受到这个有一个叫王吉洲的，在加拿大的中国人，也算是中国的这个资本大佬吧，他讲的很精彩，他讲这个白银战争，大家可以去看看。呃，那不管是中文的资料还是说英文的资料，基本上主流的媒体对这个 Hunter 兄弟这个案件的评论，基本上都是叫是人性的堕落，还是这个道德的坍塌，是市场的崩溃，还是监管的缺失，基本上都是批判亨特兄弟的啊。但从我看了很多的相关的资料啊，我觉得首先这两兄弟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啊，因为他们开始做这个做这个白银囤货的这个事情，以及他们的目标，其实就是要抗争美国的政府啊，还有 COMEX 的一些不不公平的手段嘛，可以说是。首先他们是自己的大量的资产被政府薅羊毛，他们不爽啊，然后交易规则不公平等等啦，反正他们就是要反击。其实以他们这种财力的家族，你说缺钱吗？我觉得根本不是，它坐拥的就是大量的石油资产，还有大量的房地产等等，包括到今天为止，这个 Hunter 家族虽然这两兄弟当时是破了产啊，这个失去了很多这个资产，但实际上整个亨特家族到今天为止，都是达拉斯和这个德州的非常重要的美国的这个富豪集团，对美国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这个影响力啊。应该说这两兄弟我觉得非常值得钦佩啊。首先他们非常勇敢，然后第二他们也看清了整个这个黄金白银市场背后的这个逻辑吧，啊，但是反过来说呢，我觉得也暴露出他们对这件事情的判断上，我觉得是有一些失误的。那当时的无论是 COMEX 还是说黄金白银，其实背后是什么？背后都是美国的老钱家族、政府的资产。说到更核心的利益，其实就是美元的全球霸权的这个这个核心的概念。那你去动摇，他希望用实物替代这个美元定价体系，实际上它最终破坏的是美元的信用体系以及美元的全球霸权。那你这个美国政府能不搞你吗？那你家族再富有，你能比得过华尔街的银行，比得过老钱家族的投资，甚至于比得过政府的这个强力的这些限制啊？这不是没有发生的，是发生了的啊。比方说这个交易所随时提高这个保证金比例啊，甚至于禁止卖，只准买。那这些手段，大家可能在 A 股啊，在很多这种不太规范的市场都经常见到。
那当美国政府或者 COMEX 他遇到面临自己生死危机的时候，说难听的，做流氓也就做了，那总要活下来。我觉得亨特兄弟对这件事情的判断上是有一些偏差的啊，但是还是不得不说非常佩服这俩兄弟的勇敢啊，他们骨子里的那种对自由市场的向往，以及德州人的那种不服输啊、不服气啊、不服管啊，就是不服从，可以说是，我觉得是非常令人钦佩的。那另外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啊，那这个无论是美国、中国、欧洲、日本，当你或者说当我吧，当我第一次觉得哦，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就是有一种世界真是个草台班子的这种感觉，那你就会知道，确实很多东西你要尝试去理解。我上一期说过嘛，就是这个金融事件、经济事件，它的可以说用一个时髦的词说，它的维度、它的向量维度特别高，来自不同的维度的这种影响因素非常多，不容易判断啊。比方说，你今天看到这个美联储降息升息，哎，那背后是啥呢？其实你是想通过一眼看清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就需要多学习一些经济的常识，以及多了解历史。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数据也好，或者是新闻报道也好。最近的这一次的白银的这个暴跌，其实跟历史上的几次，你可以从数据的这个形态上就看得出，具有非常高的相似性。好，然后配套的呢，我就去查了一些资料，那主要是根据一个叫做 Adam Hamilton 的一个专栏作家，他就是专门在这个黄金的刊物上面写连载文章，写了20年嘛，20多年，我就专门用这个 Note LM 去分析了一下他的文章，那主要是他的一些观点吧，这里陈列了一下。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贵金属时代呢，它其实是跟美元的霸权是对抗的。那可以理解为就是说，美元的信用走弱，那势必代表着黄金、白银、贵金属的这个价格上涨。那大家也都感觉得到啊，包括就是我刚才说的草台班子，大家都没有信心。无论是哪国政府，虽然你美国是所谓的世界灯塔，但是说句难听的，Founding Father 们很了不起，我认为他们是创造了世界上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国家。但是你想想，200多年前制定的原则也好，标准也好，宪法也好，走到今天，其实在被无数的人钻空子啊，无数的人在利用这套规则去获得他们的利益吧。那在美国最典型的就是这些资本啊，这些老钱家族了啊，他们控制金融，控制资本市场，控制股票交易，控制期货等等了。那层次低一点，那各国人有各个族裔的人也有各自的办法。比方说印度人，哎，印度人就会考试啊，印度人考试，甚至于我觉得中国人可能都考不过他们。那像拉丁裔啊，那他们的方法也很简单，哎，我就是把你们的这个低端的劳动力市场占据。像黑人，那黑人就能玩出黑命贵，你惹不起啊。现在你别说中国人惹不起，那白人跟黑人发生冲突，可能很多时候都是在处于劣势的，所以有了所谓的什么黑命贵等等。这只是举个例子啊，那就是说这么长的时间，大家都在利用这个系统规则。那不管你再完善的法律，再健康的这个体系，其实它都是会有很多漏洞的。那这些漏洞被不断的积累以及放大之后，最终都会是导致系统崩塌。这也是近年来这个美元和日元国债不断的升高，货币信用不断的下降，这么一个趋势，它的成因吧。
那黄金大家看到就是其实不光是最近的这几个月啊，实际上黄金从我入场大概是23年左右吧，那个时候还不是太引人注意，因为黄金这个资产大家也知道它没有利息，它不生息，它保值是非常好，但是它不会创造财富。那实际上大家现在所看到的黄金的升值，事实上不是黄金在升值，对吧？事实上是美元在贬值，对不对？那其他货币的锚定，其实无论是除了美元之外吧，其他任何货币，包括欧元，包括人民币，你最终都是跟黄金算一个，按100美元换多少人民币，换多少日元，这样一个比值去衡量的。可是美元怎么办呢？那就像你拿一把尺子，这个尺子是1米或者1尺，可是我这尺子变了呀。那黄金我自己怎么恒定呢？怎么去度量呢？那只有找一个可靠的稳定的东西，而黄金恰恰就是这个天然的，上帝赐予的这么一个难以重新制造开采量有限，千万年都不会变质这么一个特质的东西啊。那这个就是说黄金的特点。那各个主权国家，那近期新闻比较显眼的一个是中国了。那中国实际上从多年以前，20-30年前就开始，政府和民间持续的在囤积黄金。最近波兰政府也是大量的囤积黄金，我想可能跟他们的这个二战的这个情绪吧，当时是受害国嘛，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他们会比较紧张。那这些主权国家，它这里叫做用一个词叫做价格不敏感，就不管你什么价我都吸，就是总之会涨的。所以这些主权国家，特别是央行啦，吸纳了大量的黄金，那这个也是一个现象。那白银呢又稍微特别一点啊。那白银一个是说黄金白银通常在历史上它都是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比例啊，金银比啊，最低的时候可能去到十几比1，高的时候甚至超过100。那白银相比于黄金来说呢，它就是便宜很多嘛，而且产量也大得多。另外白银在工业上有大量的用途，大家用的现代的这些什么电池航空航天设备军工设备很多都需要一些相对小量的白银吧，但是工业上肯定是需要的，而且工业上多年以来都是供不应求，所以它涨价是很正常的。但是最近这1个月，白银出现的这种垂直攀升，它这里你看用了几个词，一个叫狂热崇拜，忽视一切基本面然后大量的散户和高频算法主导，所以它几乎没有什么这种理性的判断存在所以所谓的出现这个断崖式的价格回归，我想也基本上算了吧。就前一阵从120多吧，我记得跌到70、60，基本上也已经是腰斩了。然后最下面谈到就是矿业板块，最近矿业板块也确实是非常风光那很简单嘛，采的矿多了，卖的钱多了，公司估值提高，所以这些矿业板块的股票都非常好。那这里就是说看看未来以及我们自己应该怎么操作。对于盈利持仓者，他建议是立即上移止损位，就是说你要早点出手，不要去赚了最后一个铜板。那不要用杠杆他这里说的是削弱，我个人的建议是不要用任何杠杆因为这种波动是远远超过大家常见的什么 ETF 指数甚至于个股因为它的投机性过于明显，而且他强调了一个就是所谓的实物优于纸黄金。那我前面讲了，你纸黄金是谁发行的呀？都是交易所发行的呀，对不对？或者是一些机构或者说私募基金这样的机构去发行的。那是人发行的，它就有可能改变规则比方说我强制你
几月几号之内全部给你换成美金，换成现金啊，那还算好的呢，对吧？那甚至于还有更恶劣的手法，那投资者就会遭受巨额的损失，你还没地方申诉去，申诉也未必打得赢。那这里其实讲到黄金定义为双极化全球经济的中立储备资产，那其实它的性质跟大家经常说叫做什么，比特币是数字黄金嘛，那特点都是很接近，产量有限啊，甚至于产量就那么多，到时间就这么多了，大家来分享这个，那它可以很好的避免这个货币增发呀，以及这种主权影响的这种政策啊。说句实话，就是还是刚才那句话，美元也不过就是个草台班子啊，包括那位王教主介绍的一本中国人写的书嘛，叫做《平衡木上的大象》。他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货币体系，其实就像一只在平衡木上走平衡木的大象一样，随时一个偏差都有可能造成大象从平衡木上掉下来。啊，那这种结果一定是灾难性的啊。所谓灾难性，就是像30年代甚至还要更恶劣，因为现在的这个金融市场实际上它各种杠杆啊，各种衍生产品啊，已经派生的非常非常多了啊。那这种时候你就会感谢哦，我可从来没有进过投资市场，没有进过股市哦，谢天谢地，我手里还有现金。但是下一次的周期，说不定连现金也是会成为重灾区。那像 JP Morgan 啊 COMEX 就是纽约这个大宗商品期货交易嘛，他们都其实是整个这个市场的裁判员，同时也是运动员啊。那个 Hunter 兄弟的案例大家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了，就 COMEX 其实已经根本拿不出现货白银进行这个完成合约了，现在情况跟当年一模一样。现在 COMEX 等待交付的这个合约总计应该是，我记得这个数好像是5万亿盎司吧，5万还是5万亿啊，忘了这个数了，不太记得这个数了。而它实际的持有量还不到1亿啊，1万亿吧，就还不到1/5的持有量，所以它一定是会违约的。那他100年的信用他怎么维持呢？那说白了耍赖，这个事情是几乎一定会发生的啊。那怎么说呢？有点像大家扩展阅读有没有去看这个所谓的 Bracton 森林体系，就是2战以后，那大家都急着做生意啊，对吧？那欧洲沦陷了，就美国还有钱，日本战败了，对吧？中国也是，叫做民国时代嘛，大家都想着赶紧做生意，那怎么办？赶紧定个规则嘛。$1兑换啊，不对，$35兑换1盎司黄金，当时定下来的这个规则啊。等大家都把美元用起来了，好了，尼克松总统开始耍赖了。对不起，拿$35来我这儿换不了啊，1盎司我们美国不给，这就是彻底的耍流氓了，其实已经是完全背信弃义。但是为了美国的这个利益啊，或者说为了整个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那尼克松就干了这样的事儿。那你说下一次什么时候发生呢？以我个人的观点，以美国、日本现在的国债的这个体量，继续加息很可能也是不现实的啊，因为债务越背越重。那黄金很可能会是其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腾挪运转的一个手段吧，因为毕竟美国仍然是世界上黄金存货量最大的主权国家，所以在这个草台班子下，法定货币信用受损，应该说是我相信大家体感上也能感觉得出来啊。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推荐的几个数字啊，这个是我这里只列了3个国家，美国、日本和中国。这个 M2 的就是广义货币总量，大家可以看到都
非常的夸张的这个数字，历年都在增高。相比来说，中国还算比较文明的。第二个数字呢，就是黄金的总市值对比这个叫做什么？股市美股啊，这里特指的是美股的这个比例。哎呀，这个我都忘了颜色是表示什么了，好像是橙色的是美股的市值吧。也就是说，黄金的价值占到了美股市值的1/3左右。另外一个指数比较重要的就是 DXY 指数，这个是一个根据瑞郎啊、日元啊等等不同国家的汇率加权平均算出来的一个指数。那大家可以看到，近期从23年以来，美元指数也是在持续的在下滑的一个趋势。这个也跟 Trump 的这个弱势美元加强出口有关的。当然实话说Trump 的这个所谓的生产力制造业回归美国这件事情，在我看来是根本是不现实的。没别的，你不用说电费、土地费，你就说工人工资这一点，美国是不可能重新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的除非变了天了就是我们也不用去考虑工人权益等等的，那才有可能。所以它最终的这个弱势美元的这个趋势，一定是跟它的国债、跟黄金的走势、跟未来的很多所谓的相关的因素是有关的我想 Trump 也是个非常精明的生意人，经济上的问题他不会太含糊的。然后就是这个美元指数和美债的关系我没有去很详细的做这个分析看数据主要是利用 AI 做了一些简单的分析，数据对不对我也没有去核实。这里就是红色的就是美债了，不断攀升，美元指数就是平稳中下降的这个趋势了。然后给大家看一看，没有人吗？大家可以搜这个DXY Index 就可以长期监控。我最近准备用那个 bot， 那个叫啥 bot，Cloudbot， 把这些指数每天发给我看一看这个是金银比的指数，还有一些常用的这些指数相关因素非常多，但是我觉得相关性很强的大家可以去看这几个指数。有没有提问的呀？有没有提问的呀？有没有提问的呀？好了，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家人们再见，下次再见。下周还是同一时间北京时间周4晚。有没有提问的呀？